这个女生是个变态，她将少女残忍杀害，做成扭曲的人体艺术摆放在广场上。她的父亲王林劳是一个植物人，既不表达也不会思考，就像空壳一样活着。警察接到报案，在中央喷泉里发现了一具女性尸体，大家一下子都想到了3年前的尸体标本案。一也害怕慎也居于成见，没让他参与这场搜查，并让阿朱把人看好。死者名为葛源，是英双女子学院的学生，已经失踪1周了。而这座学院正是标本事件嫌疑人藤间所就职的地方。尸体经过特殊药物浸泡，蛋白质变形成了塑胶状的物质。分析表明和3年前案件中使用的药物相同，是同一犯人的可能性很高。一也不让慎也参与进来，他觉得那些线索不过是慎也的妄想。无所事事的慎也在训练室疯狂的殴打拳击机器人，即使配备了支配者这么强大的武器，慎也仍旧坚持锻炼。他要铭记，杀死对手的不是支配者，而是他自己。阿朱为他擅自调查标本事件向慎也道歉，慎也自然不会生气，与其气自己的部下被杀，过了3年仍未找到真凶，他更气的是没用的自己，在背后操纵着一切的真凶，他一点线索都没有查到，这次还被排除在了调查之外。不过慎也不担心这个，他有让他们回去参与调查的理由。阿朱问他佐佐木是个什么样的人，慎也直言不讳，是个好色又脾气暴躁的混蛋，但却有着真性情，不该落到那种下场。佐佐木的尸体被放在全息投影的彩灯下，上面是药品公司的广告，安全的压力护理，通往没有痛苦的世界。而佐佐木是活着的时候被活生生肢解的，犯人仿佛在说人生充满了痛苦。当时的慎也萌生出了让凶手体验同样痛苦的想法，同时他作为监视官的生涯也就结束了。他不后悔自己做过的事，但问题是案件并没有解决，而那位幕后凶手的线索只有一张佐佐山拍摄的模糊照片。葛源尸体被发现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学院，加贺美很担心，因为他的好友伟哥从昨天就没有来学校，而且还有另一个女生也失踪了。美嘉让加贺美去找梨花子问问，伟哥对梨花子非常狂热，说不定知道些什么。而此时的伟哥已经惨死在了梨花子的床上。梨花子非常尊敬自己的父亲，觉得父亲的画作是在启蒙大众，正因为如此，他无法容忍父亲中途放弃自己的职责。昨晚父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梨花子并不感到悲伤，因为他会继承父亲的职责。王林劳死于正面压力缺乏性脑梗。过去的人们会用适度的压力激发免疫系统，是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的所在，但心理测量诊断常规化麻痹了人们对压力的感觉，之后就出现了无法以正常认知刺激的患者，因为过度缓解压力而导致自律神经丧失功能，无法维持生命体征，最后因为心力衰竭而亡。人类太过爱惜自己，作为物种反而退化。尽管现在医疗体制这么发达，统计数据显示的平均寿命反而有缩短的倾向。在这个时代里，能成为生命意义的东西全部都枯萎殆尽了，没有人会认真谈论生命的理想状态。王林劳是一个天才，擅长以少女的身体为主题描绘残暴且逼真的噩梦，认为人类只有通过认识心理的阴暗面与内心潜在的残暴，才能培养出约束他的良知、理性以及善意，并将自己的创作活动定义为该系列的启蒙运动。但是心理测量判定的普及彻底终结了他赋予自己的使命，人类无需自律，而是依靠机器测量保持心理健康。他的理想得以实现，人人看上去身心健全，但是他的人生也就变得毫无价值。在内心和矛盾的斗争中，老一开始沉溺于各种先进的技术和减压治疗，最后的结果就是成了活死人。他被科技杀死了才能，被社会杀死了灵魂。对于崇拜父亲的梨花子来说，这个结果他无法接受。为了给父亲报仇，梨花子开始向社会宣泄不满，而在背后为他提供助力的正是那个神秘的白发男真岛。深夜，梨花子带着伟哥的尸体来到地下室，白发男的助手小崔已经等在这里了。浸泡尸体的药水，小崔说是之前狂欢节的剩余。真岛的身边总会聚集一些把才能用错地方的天才，小崔也是一样，他觉得和真岛在一起就能回归痛心，对方总会用各种恶作剧让世界震惊。他们准备玩具，而像梨花子这样的人用玩具震惊世界。很快，第2具尸体被发现，加贺美找梨花子询问他伟哥的事。梨花子正在创作以伟哥为原型的画作，他电晕了加贺美，将他绑到了自己的作案现场。伟哥已经被北欧肢解浸泡在了药水里，而下一个受害者就是加贺美。2名学生连续死亡，学校的警备也越发严密，加上藤间曾是这里的老师，公安的搜查重点自然会落到这所学校。真岛问梨花子为什么要选择同校的女生作为目标，贞洁贤、高贵文雅、失落的传统美德，这就是学院一直在主张的教育理念，不强求男性，只要求女性优先拥有的品格。刻上这些印记之后，他们就会被打上深闺淑女的标签出售，然后作为贤妻良母这种古典家具被有需求的显赫以结婚的名义购买。这所学校里的所有学生都是用来加工成为淑女这种工艺品的素材，都是等待着打磨然后成型的原石，这是多么悲凉而且无趣的人生。所以梨花子想要他们用其他的方式绽放。野带人搜查了学生宿舍，并没有发现异常，不管是教学楼还是宿舍都戒备森严。真的有办法把被害人带出去吗？这所学校创建了100年，不停的东拆西建，建筑图纸也是乱七八糟的，或许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密道也说不定。杀人现场和犯罪的隐匿点都有可能在这所学
学校里，真还是把案件情报发给了慎也。慎也并没有因为愤怒冲昏头脑，虽然作案用的树脂一样，但他认为这2起案件并非一人所为。3年前的那起案件的受害者之一是贪污受贿的议员，有提交虚假犯罪系数报告的嫌疑，并拒绝2次检测。面对媒体和野党的追问，他只用自己不记得了搪塞，然后人们就见到了他的尸体，头盖骨被整齐的切开，脑部被完全掏空，而对记忆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大脑组成部分海马体插在他的肛门里。虽然佐佐山被害的方式也是这样，但那时的犯人总喜欢在杀人方式或者对尸体的处理方式上表达出某种黑色幽默。4名被害者的尸体被发现的地点分别是彩灯全息投影的背面、高级料理店、动物园和明星演唱会舞台的正上方，但这次事件却连续2次都选在公园，都没有感受到扭曲的黑色幽默或者信息传达性，看上去像是美丽又邪恶的艺术品，不过总感觉缺乏一些独创性。用了如此麻烦的杀人手法，犯人想表达的主题却不明显。这次的犯人和藤间处理尸体的风格完全不同，通过西比拉系统判定，这次的犯人应该属于高收入群体，但却非常年轻，或者说他的精神年龄很低。从尸体上性侮辱要素极少这一点可以推断出，犯人儿童时期并未受到过虐待。说着，慎也就向阿朱申请外出许可。这是一座关押犯罪系数超过300的潜在犯监狱，戒备非常森严，一旦发生紧急事件，通风口就会被立刻放出毒气，就算逃出去了，也会立刻被支配者处刑。慎也这次来见的是一个把全身画满人体彩绘的疯狂艺术家，这种事果然还得问专业人士。看了现场照片之后，对方一眼就认出了这是亡灵劳役的风格，还拿出了收藏的画给他们对比。而阿朱也在学生档案里发现了梨花子的存在。慎也闯进学校美术教，二话不说掏出支配者对准梨花子，对方的心理测量值高达470，支配者迅速启动终极清除模式，但慎也却被老师阻挡，没能顺利开枪。而梨花子趁机逃脱，被女装小崔救下。已经确定了犯人就在学校，公安立刻下令封锁学校。凑上来的美嘉看到了梨花子未完成的作品，上面的画正是伟哥和加贺美。虽然这座学校对出入安全管理异常严格，一旦在里面玩起捉迷藏，安防系统就漏洞百出。慎也拜托弥生把监控里拍到的梨花子部分单独整理。一野问慎也是怎么知道亡灵劳役的，阿朱当然不能说他们去见了潜在犯，赶紧解释是犯罪推理。一野这才明白，慎也早就看出这2次的事件不是藤间所为，这次犯人只是选择了引人注目的地方作为陈列尸体的地点，如果是藤间，绝不可能2次都选在公园。很快图像检索完毕，梨花子社交广阔，总是被人热闹的围着。宿舍后的垃圾处理设施摄像头拍到了他出入地下室的照片，一行人立即赶过去，果然在那里发现了梨花子完成却没来得及展示的作品。而通过监控观察着一切幕后黑手的真岛，对慎也燃起了浓厚的兴趣。再次发现尸体的事情很快传遍了学校，美嘉看着2个好友的尸体被搬出，几乎崩溃。是他让加贺美去找的梨花子商量，就像是他亲手杀了好友一样。虽然犯人和尸体都已经找到，但慎也仍旧觉得这件事另有隐情。梨花子的逃跑路线和地下室的设备根本不是他一个女高中生能办到的。突然，关于梨花子的拍摄数据被集中销毁，慎也只修复了一段破损的音频，里面梨花子叫出了真岛的名字。梨花子根据小崔提供的逃跑路线来到了一处废弃的地下通道，这时真岛打来电话，问他有没有意识到为什么让他失望了。梨花子一头雾水，既然没有意识到，真岛就知道他已经不能有更进一步的成长了。这时梨花子惊悚地发现手机没了信号，2只鸡雀犬对他穷追不舍。逃跑过程中，他被捕兽夹夹住，动弹不得。梨花子挣扎着想要给父亲打电话，但很快结束他性命的人来到了他的面前。梨花子嘲讽对方总有一天也会被真岛厌倦，却被一枪轰掉了脑袋。梨花子是供人玩乐的猎物，而他则是狩猎的猎人，毫不留情地处理了梨花子。而真岛的下一个目标正是慎也。